羊杂出锅了啊！这锅煮多少羊杂1000来斤。？1000来斤啊！夏天这个热啊。羊肠、羊心、羊肝都有哈。对，羊心全部都有。这个汤然后再去煮罐子汤是吧？对。不会腥吗？啊？不行。不行啊。师傅也不容易啊，浑身都是汗。热啊。夏天辛苦啊。就每天煮多少这个汤啊？每天要煮一大锅。啊。2天3天一锅。2天3天一锅啊。这边是刚才捞出来的羊杂是吧？对。这个羊是山羊还是绵羊？山羊、绵羊都有。山羊、绵羊都有。哦，这还有羊头。羊头也下罐子汤里头吗？对，羊头肉。就全部混合进去是吧？对，全部下里边。全部下里面啊。拆骨头。羊头肉好吃哎。吃过。不吃不吃。就透过这个窗户啊，外面是2021年，里面就是1981年。哦，这里头还有啊。这是什么啊？这羊肝。羊肝啊。这2头以后。哦。 2头以后再往冰箱里放。哦。2头放冰箱里就坏了。会坏啊。这羊肝也下刚才那个大锅煮吗？都一块煮。一块煮。这个再煮那个。哦。羊肝香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总，这里是菏泽巨野谢集镇啊，一直有无数粉丝私信我来这儿，让我品尝这边一个古老的小吃，传承据说有上百年，巨野谢集罐子汤。昨天晚上我们到的巨野啊，巨野县城，一大早开车30公里，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大谢集镇。哎，你好，大姐，这边哪家罐子汤好喝啊？西边这家。西边这家。哦。正宗丸子汤，西边这家。西边就是这家啊，百年老店，正宗谢集罐子汤。俺这罐子汤从光绪9年都开始做。光绪9年是哪一年？1883年。现在这个多少钱一碗？这最小的碗现在卖到4块。4块啊？哎，挺实惠了啊。有些人不信，从光绪9年这吧，清朝后期，1代、2代、3代、4代、5代，到上都第6代了。就是这个，就老祖做的啊。哎，这老最南头这个，是老爷爷。这个第5代这是俺父亲。哦，这是你父亲啊。头几年还在这打汤的，走这2、3年他不打了。哦，今年80几？今年87了。身体还好？身体一直很好。哦，头2年还在这打汤。还在打汤，就这今年才不打。那您父亲干到85岁了啊？84岁？哎，差不多。也不是我吹，你看俺家灌汤最地道，你看这牌子这的。哦，这是非遗啊。这是哪一年的？10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一个鹤立市就俺这一个牌子。菏泽就一个。哎，就是俺这一个牌子。50、60年代，国家不是不让干个体户吗？你干着的那时候也一直干着的。一直干。哎，在家在家做好，烧了会上，当个工单，咱们人那时候都这样。哦，就是不是开店，就是赶集。你在家熬好之后，这工单，这2个工单担子，那都担子会上卖。哦，挑着担子卖啊。哎，对，一直都没停过。1883到2021一直没停过。对，一直都没停过。一直他这个灌汤，从我记事，他都从我小时候都卖灌汤，到现在还是喝他的灌汤，一直没断。一直没断。任何时候他得吃饭。就这一罐子能卖多少钱啊？卖140块钱吧，大体。140块钱。粉条、羊杂、羊头、羊架子汤、羊杂汤哈，混到一起啊。这个卖的便宜。便宜啊。对，你到县城里最少都卖10块。哦。你记事开始这个最早卖多少钱一碗？最早咱卖2毛。2毛。哎，我小时候就这样，那时候跟着干，那都30多年前，包40年了嘛，那时候都。这个罐子起到啥作用嘛？第一是保温，第2美味，它好喝，越美越好喝。大碗是6块。对，大碗6块。确实量很大啊。这还能塑料袋打包啊？哦，正好，这里能打包带走的。
一到县级没吃过俺家罐头汤，一直等于没来县级没吃过罐头汤。他们家还算县级镇上最好喝的。那真好喝。老师，走，我跟你上后边再看看这锅汤。哦，后面熬汤是吧？哎，我煮的羊架，煮的大锅，煮羊架的。煮的羊架出锅了。出锅了啊！现在出锅了，你看嘛。就眼前这个场面啊，感觉历史就是静止的啊。40年前就是这么一个制作流程。40年前也是这么搞是吧？对对对。就没有过改变啊。哦，对。这骨头啊。对。羊骨就扔了是吧？对，切完以后煮完老汤再煮一回。2次是这么做。哦，羊骨煮2次啊。这个香味太香了啊！高浓度的羊汤味道。对对。你主要负责剔肉。对。你们是分工明确啊。对，啥都干。啥都干啊。这是肉啊，一点都不能浪费哈。现在你们这边生羊卖多少钱一斤啊？生羊17、18块。17、18块啊。羊肉最近是降价格了是吧？哈。对。生羊哈。对。我感觉这个师傅最辛苦。这个大的骨头是什么？这里面同时煮几只羊啊？那不一定。今天那个几只羊？羊头偏多哈。30-40个羊头啊。就是没有羊肉在里头吧？没有，都是羊杂哈。其实就是一个杂碎汤哈。羊杂汤。哎，这都是老汤呢，这老汤以后凉透以后再放冰箱里。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啊，你看啊，它罐子汤是放粉条的，就是粉丝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用量是真的大。讲真的啊，刚才的那个大场面啊，叹为观止，传承了老爷子讲40年前就用这个地方煮汤，基本上40年没变过啊，这种传承太让人喜欢了，老味道，正儿八经老味道。师傅，你这个做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羊肉丸子。羊肉丸子啊，纯羊肉啊，纯羊肉。哦，葱放进来，香油。羊肉丸子是做什么菜？干炸。干炸啊。哦，就是除了罐头汤，你这边还可以点点菜是吧？啊。对，有菜。哦，然后就搓成丸子就可以炸了是吧？对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老汤啊。然后后面煮的是大锅老汤，前面厨房在煮这个罐子汤，煮好用罐子装，所以这么一个由来，它叫罐子汤。哦，羊杂碎、粉条哈，都是称好的啊。这个要煮多久嘞？5分钟啊。开锅就好。其实啊，这个过程看着很简单啊，但是大部分的工序都在后面那个40年的厨房里操作。就是打包的，也要带点老汤走。这是羊杂啊，也是羊杂啊。师傅打包回家喝啊？回家喝啊？沸腾了，最后调味。
又来一桶啊！这一桶卖不了多少吧？哈，10几碗，差不多吧？得30多碗，小碗。哦，小碗30多碗。30多碗。这碗4块，还实惠啊！哦，裹上面粉啊。手工羊肉丸子。这个待会儿一定找一份尝尝。要么怎么说嘴馋了啊？我看到好吃的就想来一份啊！待会儿来份罐子汤，来一份那个羊肉丸子。哦，炸好了哦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黄鲫鱼是吧？对。这个就直接是当凉菜吃。来，我们来尝尝啊，谢吉最地道的丸子汤。你看这一碗4块钱啊，4块钱是什么样一个价位？你看哈，这一碗有粉条，有切碎的羊杂啊，其实啊就是一碗羊杂碎汤。然后这个啊就是刚才现炸的羊肉丸子，一份卖36，我点了半份，就我一个人吃嘛，半份18。我来尝一下啊，刚才老板讲啊，就这么吃，什么料都不要。第一次吃羊肉丸子啊，大葱的香味，羊肉的香味，它这丸子炸的不脆，很酥啊。哇，好吃。来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啊，罐子汤。哇，舒服舒服。粉条啊，刚出锅就拉到铁桶里，放进罐子里头了啊。焖的其实这样，你看焖的挺粗的啊。可能它焖就是要这个口感啊，它的羊杂啊还是不少的啊。真的啊，4块钱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啊。我很难想象4块钱能在哪边喝到什么荤汤啊。昨天啊吃铝板肠，朋友教会了我一句话，宁舍海塌粮，不舍铝板肠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啊，宁舍海塌粮，不舍罐子汤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老板特意端过来的啊，你看，这个大的泡椒，就是他不建议直接放这个，你看。他不建议直接放那个羊油辣椒，他就直接把这个羊杂汤给汤的本味给改了。他让我尝尝这个大泡椒，怪，清爽，甜辣，用山东话讲绝配。你看啊，它这丸子汤里头最多的是羊肝啊。偶尔也能吃到羊脸肉、羊肝、羊心，还有一点点羊肠，但是撕的比较碎了啊。就是一碗羊肉烩菜啊，羊杂烩粉条，宁舍海塌粮，不舍罐子汤，确实好吃。这一趟啊没有白来啊，一直是早有耳闻，但是这地方太偏了啊。好东西，中奖了，还有一个羊眼睛，怪，脆脆的。